欢迎各位球迷朋友们准时在10:05守候在咱们哔哩哔哩观看这一场比赛。我是本场解说员小飞，在此特别感谢大家对于中国基层足球的支持与热爱，非常感谢大家。现在两队的球员正在热身，正式比赛的时间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0:10开始。因为咱们这场比赛呢是揭幕战，再加上呢是一个基层的比赛，所以说呢这个主办方还是强调双方要尽量的安全完赛，所以说每次的比赛之前会有10分钟的赛前热身。可以看到身穿黄色队服的就是咱们的铜匠俱乐部，身穿白色队服的是曼城联。可以看到这教练也在场上啊，积极的跟球员去热身。本场比赛呢是一场8人制的比赛，相信大家踢野球的啊，有踢野球的对8人制是不会陌生的。虽然说大家平常比赛的转播里经常会看到11人制的比赛，包括英超啊、中超啊、中冠这些比赛呢都是11人制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起义贺岁杯是8人制的比赛，采用组内单循环。这场比赛的亮点呢就是它的换人次数啊有5次，而且呢换下的球员还可以再被换上，这也是尽量的保证了比赛的安全。如果说有球员因为体力问题导致抽筋，那这个时候教练呢就可以快速的把人换下去，换下去的球员呢在休息一段时间后还可以继续换上，而且呢两队还有1分钟的短暂停，这也是为了帮助球员快速的恢复体力，以及方便教练的战术布置及安排。我们在这个直播画面中啊，稍许还是能听见这个风噪的声音啊，因为这个场地的原因是有一个智能的摄像头，也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的比赛，所以说可能会有稍显的不足，再加上今天上海浦东的天气啊是一个大风啊，已经是大风蓝色预警了。足球场的温度呢还是稍微比较适合去踢足球的，只有10多度的样子啊。就是风稍微的有点大啊，现在浦东应该有16度的气温。好的，趁着这个时间，我们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首先我们来介绍主队 RM 曼城联，也就是说身穿白色队服、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右侧的这一方啊，咱们屏幕所看到的右侧的这一方 RM 曼城联。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18号李胜男首发出场，19号刘哲文，9号周印正，7号张东，20号杨凡，26号梁冰，31号王伟，1号潘帅忠，6号秦城。这是本场比赛上场的几名队员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19号刘哲文替补上场，1号的潘帅忠是队伍的首发门将。曼城这边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啊，虽然说他们叫曼城，但是他们是慢的那个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曼城的最大年龄是20号的杨凡，已经有43岁了，还在场上坚持踢球，这也是我们说业余联赛以及基层足球中一种热爱的体现。那么最小的是1号潘帅忠，25岁，也是对面的首发门将。那么曼城的整体平均年龄有35岁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客队，身穿上衣黄色的上衣，黄色的短裤，白色的球袜，这是咱们的铜匠俱乐部。
本场比赛首发阵容：88号金建平，90号韦晨明，30号李泽豪，15号周慈培，6号谢启轩，28号汤岳岩，10号何鹏，9号吴斌磊，以及他们的领队石路生。场上的队长是何鹏啊。铜匠这边呢，最大的也有很大了啊，范志行46岁，身穿21号球衣，最小的是17号陆胜豪，只有16岁，平均的队伍年龄有29岁。可以看到场边的队员已经开始集结了，聚在一起啊，可能是这个加油是吧？这个双方呢，这场比赛还是有一点看点，毕竟是揭幕战。这时候裁判鸣响了哨声，示意队伍啊抓紧去集合。可以看到这个铜匠的这个热身啊，还是很有章法的。基本是整个队伍排成一个数列去进行一个传导练习，传导以后呢，再去打门。这样呢，既可以热身到全身的协调性，还可以提前感受一下草地的感觉，打门的这个脚感。这场比赛呢，我们说看点，第一个呢是8人制的比赛啊，它还是些许有些亮点的。大家这个大多数球迷经常观看11人制的比赛，可能说会有些许的这个疲劳感了。那么我个人呢是很期待，说双方的主教练在这场业余比赛当中能派出怎样的一个首发的阵型。因为这个首发的名单上，咱们还是不能看出来这个首发的阵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悬念呢，就留到一会儿开场以后，在场上给大家揭晓。那么，由于这个业余比赛这个不确定性啊，可以看到开球的时间已经估计要去到10点10多分以后了。这个也感谢大家的包容，毕竟今天是这个第一天的比赛啊。这个镜头稍微有点糊啊，但是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的看到了昨天在铜匠俱乐部给大家发视频汇报的石路生。这边主办方也是希望给各队的队员留下充足的热身时间啊，避免受伤。而且呢，本次的这个系列赛呢，还有一个最大的规则的改变，针对于11人制的区别，那就是在铲球方面。我们刚才强调了，业余比赛大家还是强调安全完赛，在尽量安全完赛的前提下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决。所以说呢，在这场业余比赛当中，对铲球是有明确的规范的。也就是说，球你是可以铲的，但是呢，你只能铲球，你不能铲人。任何铲球铲到人的动作都将被视为犯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球是干净的，一点人都没有铲到的啊，这样的话，主裁判是不会出示犯规的。但是，即便你是先碰到的球，后碰到的人，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对对方的球员有威胁的。所以说，主裁判也是可以出示犯规的。
裁判明哨了。看差不多应该是要集结了。现在还在场上热身的是1号陈王俊元啊，是一位门将，他现在还在热身。这样的话将球踢到场边，比赛也是要即将开始了。你现在看到画面中间的左侧是铜匠俱乐部，右边呢是 AM 曼城联，双方也是开始了这个握手致意的环节。我们强调，业余联赛一定要以安全完赛为主为前提。尽量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各队的去切磋交流，刚好也可以检验一下现在这支铜匠的平均水平。根据消息啊，我们这次比赛的规模虽然说不大，但是这个裁判呢都是国家级裁判。好，这边曼城联的队形已经散开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阵型，大概是一个3后卫啊，感觉大概率还是要打这个8人制比较常见的3-3-1吗？难道要打3-2-2吗？可以看到这边铜匠的这个球员们也已经准备好了，静等裁判鸣哨。铜匠这边也是打3-2-2吗？好的，各位球迷们，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欢迎各位在周末的上午守候在哔哩哔哩收看我们为您送上的2024奇异贺岁杯星辰组第一比赛日的第一场比赛，由曼城联主场对阵铜匠。这场比赛由小飞为您送上比赛的直播评述。裁判在提醒啊，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尺度。看到曼城这边在进攻上呢，还是打一个3-2-2。传球有一个失误，到前场，这个球稍微挑的有点大，出界了啊。这双方球员上来啊，还是说些许有点紧张，有点失误在。这个脚下呀，还是有点抹不开啊，还是有点半蒜。传到边路，球稍微有点低。这业余比赛呢，大家两边啊，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先来热身。而且呢，8人制的比赛不同的是呢，每场比赛的半场只有30分钟，中场休息的时间呢有10分钟。可看到铜匠这边的球啊，传的是有点太直了，很容易呢就被对方拦截。铜匠这边的门将周思培还是很有经验啊。
刚才这个球进入到禁区范围内呢，举手示意，说这个队友们不要过来抢我的球啊，直接给抱起来。大脚开出来，还真让接到了，肋部的位置传到中路，直接打门。这脚球呢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威胁，门将是稳稳的抱住。呀，门将直接开一个大脚，但是这个因为今天我们刚才在赛前也已经提到了，浦东的这个天气啊，风比较大。好，有点危险，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哎，门将有点脱手啊，这个大家上来还是很紧张啊，门将稍微有点脱手，但是还好呢，这个后卫赶紧把这个球抢截下来。好球，传到边路，出界了。哎呀，这球抛的弧线太大了，力量太小了，这个抛物线很明显，直接是让铜匠的队员给接到了，在侧翼被两人的包夹啊，那这没办法，对面的后卫只能是把球解围出边线。这一个边线球啊，跟角球其实差不多的。但这个球啊，还是被对面拿到。哎呀，这脚球直接闷到队友身上了，好机会，前场的抢劫，球稍微偏出了立柱一点点，也是很好的一次打门的尝试。这脚球呢是直接抡到了这个铜匠队员的身上啊，直接抡出界了。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啊，还是喜欢主动的这样去身体的对抗，看见没有？他们特别喜欢被打。这个大家如果说经常打篮球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个被打，把你的背倚在这个对方球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曼城联也迎来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看一下这个角球啊，有没有机会破门？因为说咱们看这个曼城联的高度还是可以的啊，门前还是有高度的，但是门前这个队友的站位啊，有点太少了这个人。但是说这个战术还是有演练的啊，可以看到这个直接开了一个前脚，对吧？哎呀，这脚球啊，有失水准啊，偏出力柱太多了。双方球员啊，应该还是基本的以这个质量性的打门为主。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周思培这个门将啊，这个出脚出球还是稍微有点问题。看看场边的教练能不能尽量的去调整啊，让这个门将尽量去发这个短传，好抢断，但是对方球员还是找补回来了。再去第一脚啊，好解围，好解围。还是曼城联的进攻，这波封堵还是可以，但是这脚球是想传给前插的这个队友，没有接到。刚才88号金建平这个封堵也是非常漂亮，大脚开出来，在进攻的这个时候啊，这个铜匠这个，哎呀哈，这一脚高射炮，铜匠这边往前压的话还是特别明显的。在后场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控球空间的。如果说这个曼城联发现了这个缺陷的话，去他的后卫线进行高位逼抢，应该是有不错的效果。边线球掷出来，
再回传，这回传就是想的太简单了，直接被对方的球员封堵。在防守的阶段，接着是回到一个3后卫的阵容，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越位了，越位了。还好啊，这个越位了，主裁判举起手啊，示意越位在先。要不然啊，这个球他传过去以后，还真能打空门了。但是这个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8人制跟11人制啊差不多的规则啊，越位呢也是包含在内的，不像5人制没有这个越位规则。这后场的球员开始指挥交通，开一个大脚。但是咱们说这个业余联赛啊，其实说很少去开大脚，因为大家的这个脚法不是那么太精湛。开大脚呢，经常是无谓的去转移球权，转移来转移去。这是何鹏，大脚开出来，你这脚还真有机会，看看能不能拿到球。球还是溜出底线，球门球。对方这个球门球啊，经常不是门将去处理，经常是对方的后卫去处理。那对方呢也很聪明，直接是开短传，但是说这样的话中场还是有失误。这球呢就是队友之间啊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配合没有那么太出众。李泽豪的一个传球想传给边路插上的这个边后卫，但是呢没有到点。对方还是要继续在控球，直接蒙一脚。哎呀，咱们这打门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想往禁区传，但是禁区内呢没有队友。这一下又要换人了吗？这么早就进行换人？换上了7号王羽凡。这铜匠真是出人意料啊，才10分钟。这是后卫的一个失误，对方有一个快速插上的机会，传到中路，看一下这后卫有没有封堵，再传到边路。中路的位置，后卫有一个封堵，快速反击的机会，前场是一个3打5。看一下这个球，还是要求稳，控一下，分到边路，再分。何鹏，这球何鹏虽然说抢下来了，但是球还是出界了。快速回防，对面还好啊，还好这个裁判示意这个有问题啊，发球有问题。还是慢慢的去寻找机会，机会在这种比赛里肯定是很多的，但是要把握住。上半场已经快过了一半了，双方的打门次数还是很多，但是呢进攻质量不高。总体来说曼城联这边肯定是抓住的机会更多，铜匠这边的后卫呢失误呢还是稍微的有一些多的。嗨，这是界外球啊，掷界外球啊，失误了。掷界外球我们说在规则当中体现的是你要把手举过头顶，从头顶抛出来。
嗨呀，对面这个球啊是有战术演练的，可以看到在这种小球场当中啊，我们说这个界外球的投掷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这种界外球的投掷啊，它跟角球是一个感觉的。我们说在这种小球场当中，所以说对方利用这个界外球以及角球这些定位球去制造威胁的能力还是非常好的。等到20号杨帆停球，低脚停球停的有点不好。刚才是31号王伟，是打一个前锋的位置。我们说这个在这个8人制里面啊，其实中场是最累的，因为中场啊一直要不停的前插，不停的回防。如果说你中场不去补防的话呢，那你后卫呢可能只有一个地方是漏的。所以说在8人制的比赛里，中场是非常重要的。还好这脚球啊，对面这个开的这个力度稍微有点大，要不然呢还真让对面趟出来一个单刀。边路也在前插，直接开整一脚，我的妈，直接整一脚。看到双方球员还是很放松的啊，上半场时间呢已经快过半了。对面大脚也是一样开失误了。把握好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又要发近点吗？还是寻求稳妥去找后卫？逼抢的情况下，这球让漏过来了，直接打一脚，这一下球进了，这一下球进了。这可以看到，其实他不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在侧翼的位置，直接一脚打远角，球进了。这一下是7号替补上场的王羽凡把球打进，这脚助攻啊，其实送的也是非常好的。虽然说中间对方的后卫啊有一下碰到了，但是呢没有把球停好，没有把球拦下来，直接是把球漏了过去，漏给了7号王羽凡。这样的话直接是推射远角把球打进。这样的话王羽凡替补上场也是帮助队伍成功的领先1分。但是啊，咱们说这个后场尽量的不要去失误，直接打门。后卫的一个积极的封堵，这一下子是角球。如果说没有这个封堵，进球还1分钟没到呢，对方又要扳回来了。看到也是蛮搞笑的啊，这个球啊滚到了对面的球场去了，还要这个把球去捡回来。我们说这个也是业余联赛这样的一个乐趣所在吧，喜闻乐见的感觉。危险！这一下看球有没有进，门前的一波大混战，20号继续把球踢。这一下还是踢到了球的这个边网啊，踢到了边网上。刚才门前的一通大混战啊，因为我们说现场啊没有 VR， 机位呢也只有这一个，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看清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但是呢，主裁判没有示意进球，又是一个失误，这脚传小了，单刀球的机会，门将奋力扑出来，赶紧解围。这一脚继续打的话没有什么机会，但是这个门将啊还是有点多手。那幸好还是把球给抱住啊！刚才门前的这一通大混战啊，绝对是你在任何顶级联赛都见不到的场景。这边曼城联也赶紧换人。
换下31号王伟，换上39号魏东东。我们刚才讲啊，每队有5次的换人名额，在60分钟的比赛内能换5次人，而且每次换下换上的人数是不限制的。也就是说呢，如果队内的这个25人全部报满，你甚至可以换3次，完全的轮换。嗨，这球也是找不着了，脚下蛋算，找不到球在哪儿了。赶紧传给王羽凡，刚才的进球功臣往前一挑，想要传给队内插上的前锋。王羽凡示意，赶紧把球传给我，我在跑位，球还真正的传过来了。但是王羽凡啊，跟对方的后卫去对抗，梁兵26号的梁兵去对抗，还是这个稍微差一点。又是一个边线球的机会，我们讲小球场的边线球一定要把握住。哎呀，但是这个球好像没有接到，还是一个边线球，对方的这个后卫破坏出界，这个边线球非常近了，直接往禁区内投掷，一个身体对抗往前挑，但是边路是没人。他这脚球啊应该是要往禁区内挑的，但是说这个球啊很明显的触球部位在脚上，对于脚上触球部位还是有一点偏差。看对方这个禁区外这个边线球发的就感觉很有势啊，直接往后退一步再往前发。这也是咱们在这个英超啊或者这个各种的这个顶级赛事里面经常去看到的大力手抛球。边线球继续往外发，还真让对面给接到了啊，有点危险，在底线的位置。这个脚下的对抗啊，还是没有办法，得把球解围出去。但是我们刚才讲曼城联的这个界外球是有说法的，尤其也是在这种位置跟角球相差无益，一定要做好禁区内的防守。球抛出来到门前，这次是往禁区中央的位置点球点附近，但是队友并没有在那儿等候。这边也是换上了25号李玉岩，又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的稍微有点大了，直接停到对方后卫的脚下去了。裁判示意是球门球，高快把球拿过来。这个球啊，这个出球啊，有点危险啊，不能这么出球啊！哎，这是一个失误，直接传给了对方中路的位置。看一下对方39号，其实在旁边，赶紧去解围出去，这也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呀，这得赶紧解围出去。场地呢，虽然说有这个风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把这个横幅给吹得飘起来了啊。风是很大的，所以说球员们也要考虑到这个风对于球速的影响。赶紧往回传，这个铜匠的逼抢已经上来了，看到逼抢还是很积极的啊。这是88号金建平带队开始逼抢，中场的抢劫直接就抢到了谢启凡。更正谢启轩，又是他，又打一脚。哎呀，这脚真是有威胁呀！我们说在业余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见到这么有威胁的一脚，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离禁区还是比较远，但是可以看到他还是真有一手远射的能力，给对方门将带来很大的压力啊。又是在中场的拦截，但是说这后卫停球又停大了。好在呢，对方也是出现传球失误，这脚球呢传的不错，但是力量呢还是稍微有些大，队员有点停不住球。这是汤月岩，自己想停住，但是奈何这个球速也太快了，没有办法停住。
这把球这不能掷给对手啊。但还好对手是也没意料到，这咋回事啊？这球咋就上我这来了？直接是一脚把球踢出去了。上半场呢也已经快结束了，已经进行了22多分钟了。目测呢上半场应该没有太长时间的补时，双方呢只做出一次人员的轮换，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头球也是顶偏了。看到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技术还是要稍微再继续加强。传导给后卫，这20号杨帆。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曼城联这边呢岁数很大，20号的杨帆呢在场上已经43岁了，还是在努力的奔跑啊。嗨，这脚球真是有想象力啊！直接往这个侧翼去开。刚才的进球功臣王羽凡也是赶紧去跑位，想象力还是很好的。这脚球开的质量呢其实也很好，但是我们说受限于场地的这个天气原因，球速会非常的快。这也就是说，球员在出脚之前还是要想好是什么力度，再考虑到这个风速的原因，才能把球传到合适的地点。球门球，看见没有？对面这个球门球的处理啊，还真是，其实这个时候都可以去抢，对吧？还真是不让门将去处理，还真是让后卫去开，对方的门将就是不会出球。看一下这个主教练能不能考虑到这点。一个身体对抗，裁判没有缺乏犯规，赶紧去关心一下这个球员。咱们刚才也是说了，业余联赛一定要以安全完赛为主。看一下球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啊，也是示意没有问题。刚才倒地的是曼城联的25号李岩。这边又是做出换人，也是实在是有点难坚持了啊！这脚球直接开出来，嗨，真是差一点，对方门将还好在远角的位置有布人，直接一个头球顶出来，化解这次威胁。刚才是替补上场的9号吴斌磊。这个身穿绿色的这个反光衣，还是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积极的疯抢，赶紧把球封堵出界外。但是我们说尽量啊，一定要少给曼城联这种界外球的机会，甭管是角球还是这球那球，尽量少给他们这种定位球的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定位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甚至说可能在队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有专门的针对这个定位球去进行一个训练。好机会，对方的门将一个失误，一个倒回来，直接大门，这一下子球进了。球没有进啊，球没有进，是打到了这个边网的。我们说受限于场地的这个摄像头原因啊，像素不是很高啊，看着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糊啊。这一下子看着还真以为是球进了，但是是打到这个球门的后面了啊，看着非常像球进了，还是曼城联的界外球。哎呀，这现场竟然还是有鼓点的啊，还是有这个前来助威的观众。继续往前传，边路的位置，看一下铜匠这边有没有上2人的包夹，没有上，全靠后卫的个人能力扛住对手，球还在界内。裁判吹了犯规，铜匠的任意球。球在这个摄像头脚下啊，咱们还是稍微有点看不清。
裁判应该是出界了。这个球啊，现在就在摄像头的下面啊，咱们好像有点看不到，看见没有？对方这个定位球啊，对方这个定位球真是有说法，曼城联的这个定位球真是有说法，直接一个抛就可以抛到前点，但是奈何呢？队内其实没有太多插上的，去禁区里面等待的，这一脚的选择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这个旁边的这个，其实有人在插上的，这20号杨帆是想往上插上的，完全可以去分到杨帆这边去继续的往前盘带。哎呀，这后场难道一条龙吗？直接继续往旁边分，还是找到刚才的进球功臣，往那一带想内切，但是被对面20号杨帆还是看出来了。毕竟呢，虽然说这个年龄大，可能体能有点跟不上，但是人家的经验啊，还是要高出一点的。你想内切的动作太明显了，右脚一倒左脚，一看出来你想内切，直接上前一脚封堵。这球还真让他传过来了，还是杨帆，还是20号，还是他做出关键的封堵。这个队内的本以为年龄最大的会发挥的不太好，结果他竟然是整个队内的防守核心。难道这是曼城版的格瓦迪奥尔？可边可中，这边直接一脚大脚，没有什么威胁。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呢又能回撤到中间，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同为曼城的一位故人。而且呢，他还可以处理禁区内的球门球，而且竟然还精准的给到了队友，队友再去翻边。魏东东这脚没有什么威胁。好，裁判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铜匠呢是以1-0领先曼城联。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啊，虽然说这个双方呢踢来踢去没有什么有太威胁的这个进球，但是呢还是能看到双方对于这个中场的封堵啊、中场的拦截以及后卫精彩的表现。咱们可以说上半场呢，在铜匠的这个攻势之下，在边路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在边路的这个位置，这个非常的明显。那么这边替补上来的王羽凡，这个个人能力啊真的是没得说，完成了一脚进球了以后呢，所有的队友全都围着他转，去给他分球，去给他开大脚，而且呢还打过一次很有威胁的射门。可以说下半场曼城联要针对这名球员去做关键的去防守，不管是拖住他也好，还是包夹他也好，一定要尽量的防止他去接到球，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增加自己的定位球的机会。
裁判吹罚犯规了。没有啊，不好意思，刚才我搁这一顿吱哇乱叫啊，结果没有开麦，这真是太业余了啊，这是我的失误啊。我刚才在这提到啊，我说这个9号这个周印正啊，在刚才的这个几分钟里啊，10几分钟里，简直是跟他同名的这个曼城队一样，简直是德布劳内的存在啊，在中场的这个衔接过渡啊，以及传给队友8号于心的这个助攻，嗨。对方这个门将也有点这个不对劲啊，举手示意，是不是犯规了？我刚才自己在这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对面这个周印正啊，铜将赶紧要做出这个针对性的盯防。你如果不盯防他的话，他真的会像这个同名的这个曼城的德布劳内一样啊，在中场任意的给你输送炮弹，直接把球抢劫下来就。不是往边路分就是往中路分，但是还好对方的前锋啊错过了2次绝佳的机会，有一次呢是看见没有，又让他给拿到球了，这个铜将不能再让他拿到球了。这个9号又来了，好，裁判吹了犯规，这其实也不用埋怨，这也是他给你机会，给你这个喘息的机会。这段时间攻势很猛，曼城联的攻势很猛，仿佛在中场请神请到了德布劳内。但是呢，对方的8号啊，这个前锋呢还是要加强一下把握机会能力，2次绝佳的机会。嗨，这个球很有威胁呀，只是偏出了球门立柱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对方门将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家解释一下，刚才其实不是电流麦，是因为我麦没有开，你们听到的是风噪，是来自现场摄像头风噪的声音啊。
这个如果刚才一直在咱们直播间观看下半场10分钟比赛的球迷朋友呢，相信对这个9号周印正的这个印象也是蛮深的。上半场有2次绝佳扳平的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下半场呢，进行10分钟了，依然是铜匠领先1球，看一下能不能守住，能不能守住？哎，看这个裁判啊，裁判员还是很有经验，两脚一张，直接把球漏过去，跟我没关系啊，这还是非常有经验。一个大脚，这个，哎呀，完了，倒地对抗了，裁判没有表示，进攻还在继续，赶紧做出封堵。好，解围处界外。下半场对面的攻势愈发凶猛啊，能不能做出专项的调整？看见没有，对方的定位球真是有演练、有战术、有配合，还是要注意防守定位球。要不要考虑去继续加强？一方面是对于加强这个9号周印正的包夹，不要让他接到球；另一方面呢是加强定位球的防守。还在开大脚，但这个大脚没有任何威胁，只能是做无谓的转移。想去打一个长传冲吊，这球应该是犯规了吧？裁判吹罚犯规，这是一个铜匠的任意球。双方也做出换人，25号铜匠这边的25号被替换下场。这是又开了个大脚嘛，咱们都看不到球啊，因为这个转播视角的原因，只能看到啊这个两边的球员仰望天空，一看就是开大脚了嘛。观看一下完美的这个抛物线，双方球员也知道啊，这个大脚啊没有任何威胁，只能是仰望天空。这球又交给门将了。不能再开大脚了吧？这要再开大脚真是有点过分了啊！交给了自己队员来处理。哎呀，结果还是一脚闷到了界外。看一下能不能做出调整啊！不要再继续开大脚。现场应该还是有铜匠的这个粉丝朋友在应援啊。这脚传球有点危险啊！说实话，真是有点危险。这个9号吴斌磊的传球，哎，这真是有点危险啊！现在这个铜匠的进攻节奏啊，包括防守节奏完全不对，但是这是一次反击的机会，能不能去抓住？前场一个3打3，队友已经跑到位了，但是呢，前锋啊，这个对于身体的对抗啊，还是略处下风。禁区内呢，只有2名球员。你看见没有？就是铜匠对于这个禁区内的这个定位球，其实是不想去用这种方式得分的。一脚球想传到侧翼，但是呢，球还是有点力量小了。对方的反击机会，这一脚球又让他分过来了，这怎么说？7号杨东没有把握住机会，一定要看防住他不能让他这么在这个中路传导了。这脚球分得非常漂亮，但是说这个前锋呢还是有点没把握住机会。裁判示意在禁区内的防守，你们都给我拉开空间，不要说这个太贴，是吧？你这样我可要吹你犯规了。发一个前点，想法很好，我就跟你们说，他这个曼城联这个定位球呢，绝对是有战术演练的。发前点发后点是有说法的，但是可以看到啊，这次曼城联发在中路的位置也是有人抢到点了，只不过是头球没有顶正。这样的警示能不能让铜匠加强一下对于禁区内任意球的防守？
而且呢，对方在禁区内任意球投入的兵力是非常的足的，门前有3、4个点在等着。对方下半场也是不跟你废话了，高位逼抢直接开起来，主教练直接化身瓜迪奥拉。上半场还想打传控，一看这样不行了，下半场我得猛攻了。哎，这双方可能是有冲突，咱们说还是要文明的、友好的进行比赛，不要被裁判出示黄牌。比赛是有纪律保证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业余比赛大家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不要再抱怨了。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到底呀，明明是在领先呢，这没有必要跟主裁判去硬碰硬。要知道主裁判的等级远比你们球员要高，当然我说的不只是在场上控制局面这一方面，而且呢，裁判员呢级别也是很高的。要知道这只是一场业余比赛，在业余比赛里，裁判最主要控制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要让对方与我方之间发生口角。那如果你发生了口角，那我就要因为纪律原因给你出示一张黄牌。那么由于比赛也有纪律保证金，你吃的黄牌多了以后，主办方就会扣取一定的费用去惩罚你。这也是为了倡导业余比赛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比赛场地的风非常的大，还是要考虑到因为风的原因。可以看到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浦东的这个天气，北风有4到5级，阵风呢可能有7到8级。如果说这个球场的边网啊不够大的话，没准这风一吹，球就出界了，直接出场地了。这一脚想法很好啊，想趟到底线，奈何呢对于自己脚下的这个控制力呢还是有些许的偏差。一脚趟到底线呢，想走外线，还是这个球处理的稍微有点大，脚后跟一磕，还真有想象力。这球如果说门将没有及时的抱住的话呀，这就危险了，还是真的很有想象力。曼城联这边这一脚还是把球停出界。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停球的这个功力还是需要去多加练习的。这脚球看见没有，又挺大了，但是真给他找补回来了，继续往前传，单刀球被扑了啊，还好被扑了，还好被扑了。看见没有，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球直接滚到对方的场地去了。这一下子懵了，这球员们都懵了，这怎么回事啊？这球怎么能干对面场地去了？抛也抛不回来，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业余比赛的乐趣啊！这球抛来抛去没抛回来，但是最后呢还是给抛回来了啊！角球的机会，可以看到对方门前这个26号还有一个定位球的前插。这样的话，前点是摆渡到后点队友，但是后点队友已经前插了呀，又是一个当下直接穿过去了，但是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下半场开始啊，铜匠的这个劣势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好，这边换人，曼城联做出调整，换下8号于鑫，换上。这是几号？9号周印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德布劳内他又回来了，我的妈呀，赶紧去加强针对他的盯防。他稍微休息一下又回来了，换下了这个周印正传给他的那个球，然后没有把握住的于鑫啊，把他给换下了。
这小球直接解围，你喜欢发定位球，我直接就解围，我不让你有任何定位球、手抛球、传导到禁区的机会。这边裁判也示意，别去对面球场拿球了，赶紧把备用球端上来吧。哎呀，危险啊！这一下子，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禁区内定位球的机会，不要让对方这么轻易的去传导到禁区里面。可惜还是让对面拿到了这一次的机会，比分被扳成了1-1，双方又在同一起跑线继续出发。门将啊，去扑这个定位球前点了，结果球漏到了后点，对方打一个空门得手，直接想往前点闷一脚，结果对方呢还创造性的还真有个人墙，两个人站一起了。看一下在剩下有限的时间里，铜匠能不能赶紧去做出反击。全场比赛只剩下6分钟了，估计伤停补时应该会有一点点。下半场啊，完全是被压着打，铜匠基本上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拿了球以后呢，基本是对对方高位的这个压迫以后，直接是把球权给丢掉了。下半场，这是铜匠的第3个任意球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可以看到铜匠这个禁区里啊，人还是很少，只有3个人，面对对面的4点。这样处理的话还是没有任何威胁。时间所剩不多，比分是1-1。难道说曼城联要吹响反击的号角？又来了，这周印正轻轻一掏，又是做到了前点，奈何前点没有队友。这样的话是好机会啊，但是侧翼啊，这个球啊一直在往里线带，感觉往外线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后点继续控制球权，但是我们要注意时间所剩不多，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往前前导传导。李子豪再继续控制，还是被对方球员控住界外。李子豪示意这应该是我们的球吧？没错，这是铜匠队的任意球机会。可以看到在这个禁区里啊，还是没有。嗨，这是铜匠队全场比赛第2个界外任意球，违例，直接把球权又送给对面了。我们强调禁区外的手抛任意球一定要把手举过头顶，从头顶抛出，这样呢才是正确的任意球投射方式。前场继续拦截，秀一下脚下的功夫，真让他秀着了啊！但是呢，还是把球送给了对方。这时候稍微有点着急了啊！足球呢，这个运动呢，千万不能心急，心急的话呢，你就会失误，失误呢就会让对方再下一城。如果说被对面压着打，那咱们就赶紧快速的去打反击，传导到侧翼，这是一个机会，很空，但是说想传给中路的队友，这又是一个失误。这是汤月岩，裁判吹罚犯规。双方应该是有一个短暂停的，看一下这要不要叫个暂停啊？又是对方的任意球，又危险了，又危险了！还好门将是赶紧抱住。周思培也展现了一定的扑救能力，但是我们说这名球员的弱点在这场比赛以后是完美的展现出来了，那就是他的出脚能力。而且下半场的曼城联呢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继续沿用上半场我定位球，你们防不住我定位球，那我就继续的去造这个界外定位球，再加上压迫，突如其来的压迫让这个后卫以及门将这边呢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又是一个任意球，又跑到禁区里了，又危险了，又是门将周思培，力保城门不失，但是他又开大脚了，这一下子又让对方球员把球拿到了，转移过来球权到中路，还是铜匠的球权，往侧翼传导，传大了，出界了，铜匠队的界外任球。比赛时间所剩无几，下半场的这个补时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因为有球员受伤的情况。在下半场替换掉对面的防守核心以后呢，没想到这铜匠的进攻反而受阻了。裁判吹罚犯规，铜匠的依然是一个任意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依然看这个造型，不是直接打门就是短传，他不会是去往禁区里开，因为禁区里根本不站人，只有2名球员在禁区里。这意思是要直接打门吗？但是你这样直接打门是没有威胁的呀。在上半场这已经试验过了，直接打门游龙游不动啊。下半场的话，时间也所剩不多了。还在控制，这镜头转下来才看到球还在控制，这样一个撞墙配合，李泽豪，这应该是踩到脚尖了还是踢到脚尖了？裁判吹罚了犯规，这对面球员啊还要跟裁判理论一下，但是呢，队友的意思是不要理论了，咱们现在打平了。铜匠这边的任意球啊，只能是去找近点，去依靠这个个人能力被打。这样的话，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场比赛终究是要这样结束了吗？还以为会有一定的补时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呢也是跟裁判组握手摸头，也是一场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比赛。那全场比赛结束呢，曼城联主场迎战铜匠，双方打平，握手言和。在下半场呢，也是依靠自己家这个曼城的这个定位球战术去破门，打了一个空门，非常的简单。揭幕战呢还是比较精彩的，那么在10分钟过后呢，我将继续为大家转播下一场比赛，大家稍事休息。也感谢大家对于业余足球的支持，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默默陪伴铜匠1个小时。